今天这期我来介绍一下所谓似水玫瑰哦。那其实似水玫瑰现在目前没有在这个画面上啊，我把它放在底缸下面做驯饵哦。那似水玫瑰其实又称为巴黎天使哦。那它现在好像被列为濒危物种嘛。那似水玫瑰目前是没有被列入在 CITES 的名单里面哦。那一开始因为它被过度捕捞，有考虑过是否要把它列入。那经过印尼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像是限制捕捞，所以他们最后讨论出来决议是，它目前是不用列入在名单里面的。那为什么我会想要买这种似水玫瑰？其实我以前就很想要养这种小鱼哦，因为这种小鱼可以点缀在旁边，然后慢悠悠的这样游，看起来真的蛮不错的。所以我之前其实都有进那些什么海金鱼啊，或是像小型的像六线龙之类的。但其实我知道结果都差不多啊，就是到最后放里面，然后就慢慢不见了。那这一次我希望就是可以训练到它真的冲颗粒再给它放到主缸里面做饲养。那其实我在买之前，其实我也不知道似水玫瑰是一个这么难去驯饵的鱼哦。我没想到它需要就是前期还要喂什么黑壳虾、虾肉，甚至丰年虾，到后面慢慢训才勉强吃薄片啊、颗粒这样。不过我买这水族馆它标榜是这似水玫瑰是会吃颗粒的，然后想说那我就去现场看，就去现场看发现它确实会吃颗粒但是就是它吃颗粒会吐掉，所以就等于是没吃嘛。那这也是很常饲养似水玫瑰的鱼友常见的问题就是它吃的可能口感不对我觉得自己吐掉。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再训练不过就是我还是想要从头开始，就是从一开始的冷冻的丰年虾、老竹类到虾肉，然后到薄片，到颗粒，这样一步一步训练一下它到底能接受的程度到哪里。好，那前几天就是我把它关在隔离盒里面，那它们其实感觉就是比较紧迫一点那你可以看到，它们本来都在隔离盒里面是。就是沉在底部你看现在都可以游起来了，我就觉得还不错。那因为我的缸子本来就大一点对，我很怕就丢下去就不见了，所以我还是确保一次训完我再丢下去，而且这鱼真的也不算大只那我们就开始吧。那这就是我的冷冻饶竹类。那它其实应该算跟冷冻丰年虾应该是差不多的，这种他们应该是会吃的，那就直接喷下去。刚好现在有点吓到他们。A few moments later. 跑出来，你看，就是在吃了。你看，吃很凶。吃冷冻丰年虾或冷冻饶竹类是一定可以让它开口。那我之后应该还会再喂虾肉，对，然后这虾肉再慢慢转成颗粒，这样，再喂一次给大家看。都只有一只会吃。有这只有吃我第一次看到它吃那我今天想要来试一下，就是用那种粉状饲料。因为那粉状饲料非常细，而且跟丰年虾其实非常的像我在想，用粉状饲料混合丰年虾，让它们能够开口，我觉得是可行的。所以我就先训练看粉状饲料会不会吃那我现在里面
有一些些的丰年虾。那我现在就直接撒饲料进去。那这饲料我应该会占比重一点。那就直接来喂吧。看进去，哦，冲出来吃哎，好扯哦。如果这可行呢，其实丰年虾应该就不用了，因为丰年虾老实讲，营养价值不高，除非你滋养过。那到时候我可能就会再混一些可能比较大个饲料啊，像是 Tetra Bit 或者是高过力 S 啊，就是尽量让它适应这种饲料的味道。当然那些大颗粒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再捣碎一点点然后泡软烂一点，因为他们还是没办法接受比较硬的颗粒他们只要吃到硬颗粒就会吐出来喂吃一只反应是很好，但另一只目前没看到。可能这饲料也是主要是虾子做的，所以那种虾子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好，那一只目前应该是没问题，就这只可能要再等它适应差不多就这样。1 week later， 那目前其实他们都有一餐没一餐，一下要吃，一下不要吃，而且每次都只有一只吃，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一只有吃然后我前几天其实有在试那个南极虾的虾肉，发现他们其实是会吃的，就是会用抢的，所以我就打算先就直接有事没事就先用南极虾喂一下，至少让他们就是可以延续这个生命所以我就等一下直接来喂个南极虾的虾肉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到底多会吃好，那我现在就是夹他们可以就口的量，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刚好可以一口塞进去。你看，我这是飘下去还是跑过来吃的？那另一只我看会不会吃？好像不会而且它体色比较黑一点。我观察到，就是它们体色比较黑的时候，就是不太会吃东西早上吃太饱了。2 weeks later， 好，那今天已经过了差不多2个礼拜了。那我先说一下我目前驯饵状况。我觉得底缸的粉尘比较多，然后有点让他们很紧迫，所以我就把他们直接捞上来了。那其实捞上来其实也不太会，就是本来以为他们会可能躲在角落或者是到我没办法看见的地方那其实目前看起来都还好。他们现在本来刚丢进去，所以在这个角落，那现在已经都会在这边了，所以这边也比较好方便喂食那先说一下，我目前有一只，就这只看起来比较胖这只已经会吃饲料了。那还有另一只，这只很瘦，目前是不吃东西的那我来说一下状况，就是我刚开始上来的时候，我就先用虾肉，就可能南极虾的虾肉剁碎搭配一些饲料，然后压碎，然后再这样喂食那你要让它习惯，就是你可能你用滴管或者是夹子伸下去，让它习惯，只要这个动作就是会吃东西那我现在其实滴管或夹子伸下去，它都会这只会吃的，会开口的这只都会冲上来，马上跟我索食所以这状况就还不错。然后也目前也算是会吃饲料但偶尔还是会吐出来但是还行。那另一只就是完全不开口，本来虾肉会吃那可能一上来就可能紧迫吧，因为我只要虾肉一丢下去一堆鱼就蜂拥而上，然后它就会躲起来就不吃了，所以这只还是要训
那既然虾肉也不开口，因为本来虾肉喂了是会冲过来吃，那它现在没开口，我只能再往前退一步，就是再喂丰年虾嘛。丰年虾搭配那粉状饲料喂下去，先让它再开口，开口之后再慢慢往上训。那另一只就不用训了，对，这只就非常棒。好，那我现在喂这个是 Tetra Beats 的饲料，剁碎加上一些粉状饲料，先试试看这样那个不开口那只会不会吃哦。不吃的话，我们再继续用丰年虾来引诱它开口。喂咯，你看会吃，但它就可能就吃个前面1-2口吧。那另一只一样不吃，看这只会吃。再喂一匙。哦哟，刚刚上来吃咬一口，但是还是没有很爱吃哦，因为这是饲料。你看，他们就会全部都冲过来。好吧，看来是不吃哦。那等下不吃的话，我就用丰年虾哦，混一些所谓的，就是刚刚我喂剩的饲料，再看一下它会不会开口。那照理来讲，它应该是最爱吃丰年虾了，因为我几乎喂丰年虾，它都是会吃的。那我现在就是丰年虾倒下去，然后粉状饲料那些的也都一起倒下去，然后散布在水中。那希望它能借由开口的时候，你看有在吃啊。希望能在开口的时候也能够吃到一些饲料，让它适应一下。但我有观察到，它还是如果吃到真的饲料，它还是会吐出来，所以还是要花时间来适应啊。啊，有开口就会吃啦，要不然前阵子连虾肉都不吃的。好，那现在就来做个总结吧。怎么会突然做个总结哦？那其实，在那天拍完的过没几天哦，有他的另一半哦就走了。那其实那天早上本来看到那只鱼，结果下午啊就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跑去哪。那其实我也不太意外啊。那其实今天也是他们有没有他进来1个月的日子哦。那其实饲养他们其实说困难嘛，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困难，但是养这种鱼要非常有耐心，因为他们其实算是真的是蛮挑嘴的。你必须要将你的饲料做一些滚动性的调整，你可能配方啊比例要不一样，那也要按照它目前的状况来喂不同的东西哦。那其实你养这种鱼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它能会吃饲料嘛。那还有就是，如果你买这种鱼的话，我建议可以直接下港。因为这种鱼算是比较容易紧迫的鱼哦，如果你可能关在隔离盒，它们很容易就躲起来，就或不开口。但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喂那种虾肉啊、丰年虾，还是很容易开口。那我觉得驯饵的话，其实可以让它习惯你喂的东西哦。就好比说我之前喂虾肉的话，我会拿这种铁夹、不锈钢夹去这样喂虾肉。就是我只要这个伸下去，他们就会马上来吃这个尖端。那其实这就是他们习惯这个东西，看到这个就知道食物要来了。那还有一点就是，我目前观察下来，其实我觉得少量多次的喂食对他们好像比较好，因为我每次只要喷一个饲料下去哦，其实他们只会吃第一口而已，第一口完就不会再去捡旁边的饲料，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次可能喂个3-4颗颗粒哦。让它有吃到，喂多吃一点就好了，这样也可以增加它们吃东西的次数。好的，那今天这集的分享就到这边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